前面就是我所说的长相怪异的石头了。总觉得这些巨石并不像是天然形成的。我也觉得，感觉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应该具备某种实际功能。可惜，它们破损的实在是太过严重，或许很难还原出它们的本来面貌了。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些家伙就又在附近聚集起来了吗？这些乱石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吸引力？心炎拔剑，急如雷电。这布置令你收到。发呀！发呀！小心烫伤！审判的时刻到了！这些岩石上残存的力量，果然是崩坏能。是啊，明明看上去是些上万年前的东西，结果依然有这样充沛的能量残留。当年争斗的双方都是些怎样的怪物啊？你看，又是类似的东西。它们究竟为何存在？又怎么会破损成这副模样呢？如果能够破解这圣骸上隐藏的信息，或许你们就能发现圣痕计划的本质了吧？加油啊！我还挺看好你们呢。哎，想不到这里还有和我们一样的探索者。幸会幸会，你也是莫名其妙就被送到月球上来了吗？别过去，恐怕我们之所以会被传送到这里，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图朗，克里欧西帕提亚博士。想不到卸下面具之后，我还能这么快就被人认出来，甚至还叫出了真名。看来本人的面子可着实不小啊！女武神比安卡阿塔吉娜。彼此，有话直说吧。世界蛇的高级干部，你在此地故弄玄虚，究竟有何贵干？原来你就是那个什么世界蛇的核心成员吗？核心肯定谈不上，毕竟我已经退休了。天命的女武神，我不打算和你们为敌，所以，请收起武器吧。鉴于世界蛇之前的所作所为，你这种表达友善的方式，好像也不算可信。也是。那投降如何？实话实说，我可没有和天命女武神近身战斗的能力，尤其是现在，我的所有研究成果都被留在了地球，让我以一己之力和你们3位为敌，实在不是什么现实的事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至于恶化到这个程度吧。毕竟，捕猎的季节已经结束了，无论是猎人还是猎物，都将回归自然。你说的这些，也和圣痕计划有关吗？那当然，没人告诉你们吗？看看天上的那轮地球，圣痕计划，它已经彻底完成了。这地球的异样，就是实数与虚数的空间被一并排列重组的证明。5万年来的齿轮终于啮合，将诅咒人类的旧秩序彻底碾碎。接下来，大家只要等待新的秩序降临于世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作为被选中的人，我们可以清醒地见证这一切。真是莫大的幸运，不是吗？被选中的人。
你是指圣痕的觉醒者，对吗？显而易见，辛亚特拉，这个继承自墓的名字，在你们听来感觉如何？我们将在这片人工制造的家园中度过短暂的混乱时光，然后便可回归崩坏不复存在的新生地球。真是充满希望的未来，不是吗？可是，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，他们当然会留在他们应该存在的地方。雨兔还真是干了些多余的事呢。雨兔啊，严格说来，幽兰戴尔，他倒和你略有一些渊源。不过还是说些你们真正关心的事吧。不必担心，对于无法激活圣痕的普通人来说，圣痕计划不会给他们带来痛苦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自己只是在做一场梦，一场可以满足一切愿望的美梦。而在此过程中，他们将化作圣痕，沉入虚数空间，成为构筑新世界的地基。真是与我完全相反的风格，对吧？等等，化作圣痕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他们会失去实体，化作虚无，成为整个地球得以与崩坏和谐共生的基石。而且，在永恒的梦境中，他们也确实获得了一个没有崩坏、没有死亡的世界。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存在，他们自己又是否能称作真实的思想，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我们不值得为那些平凡的窝囊废操心。他们就像寄生在地球上的蚂蚁，有人愿意怜悯他们，那已经是莫大的幸福。但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人类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变成圣痕？唉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？既然已经向各位解释了这么多，那剩下的部分，我当然也没有隐瞒的必要。各位或许以为我是圣痕计划最积极的推动者，但从结果论上讲，事实远非如此。圣痕计划如今得以实现，仰仗的仍是尊主从上个文明纪元所保留下来的技术成果。是这一成果创造了雨兔，创造了那个为蛇捕梦的二重存在。二重存在？你难道是指雨兔从一开始就……是啊，他从一开始就既是圣痕，又是人类。这听起来绝对很怪，是吧？唉，虽然自诩为世界蛇的首席科学家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与5万年前相比，我所取得的进展，也不过像个刚刚学会站立的孩童而已。既不实用，也非原创。对组织来说，我那些研究的更大的作用，或许反而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，让你们小看世界蛇。结束了转移之后，我没能跟随尊主去完成更进一步的计划，而是直接出现在了新亚特拉的营地。或许对于尊主来说，我的最后一次作用也早已完成，是时候正式退休了。进一步的计划？凯文现在到底在哪里？自然是一个无法到达，也无法被打扰的空间。至于究竟在哪里，尊主的想法又怎么能任我们随意揣度？你……算了，奥托过去说的没错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话我喜欢听。看在和天命曾做过盟友的份上，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如实相告了。至于你们是否相信，又打算怎样做，对于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组织来说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名存实亡？
你是说，凯文已经完全不需要你们了吗？是啊，总觉得你们还在酝酿着什么鬼主意。尊主的想法，并非我们能够随意揣测。这么说吧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并非尊主需要我们，而是我们需要尊主，从来都是这样。因此，和你们的交谈，也只是我在世界蛇行将消亡之前，所赠予他的最后一点礼物。作为这个时代的最强人类，你们能否撼动已经完成的圣痕计划？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它将对我们的事业做出盖棺论定的评价。这么说来，难道你把我们当成了验证你们计划稳定性的工具？小姑娘，不要把人想得这样坏啊！哪怕没有我的提示，你们依然会像失去了前庭感受器的动物一样，横冲直撞地寻找尊主的所在。即便你们无法对现状造成任何改变，我们或许真的无法战胜全力以赴的凯文，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目前还只有3个人而已。消灭崩坏，绝对不是毁灭人类的借口。在了解到全部的真相之前，我们当然会是你那位尊主的敌人。啊，原来你是这种性格啊，幽兰戴尔。也难怪连那个奥托都对你青眼有加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我们并不是因为观念上的差异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的状态。毕竟在尊主那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意见也始终只能是意见而已。不过，就趁现在再告诉你们一条流言好了。很多年前，尊主尚未出世之际，有位灰蛇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：我们并不是蛇，我们只是几只错生了时代的飞蛾，终将扑火而死。放在今天来咀嚼，我突然发现这话似乎别有深意呀。你们说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在捉弄我们吗？不，看上去这更像是此地固有的一种现象。他应该只是卡准了时间，想借此脱身罢了。突破战法，重装小兔 ，Right on，Right on，决战的时刻到了，急如雷电。唉，真晦气！想不到那个凯文居然会直接遣散世界蛇的干部，他对于圣痕计划就这么自信吗？自从离开避难所之后，我们的探索可以说一直畅通无阻。这样看来，他的态度也的确是一以贯之。可这样说来，如果胡狼没有骗我们，世界蛇或者凯文一直在等待着有人能撼动圣痕计划，那么他们的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？好问题，希尔。但现在就思考他的答案会是什么，也的确为时过早。大家还是优先继续调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吧。也对，俗话说得好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嘛。